你们看看他们是谁呀？刘宿光，刘会长，那5万香钱带来了没有啊？没有香钱，你今天算是白来了。有你这9个人帮我收山寨，我任你有千军万马也不管用。芷兰夫人，各位乡亲，你们别急，别害怕，我一定想办法救你们出来。二黑头，你先放人，钱我一定给你，一文不少。我刘宿光说话算数。刘宿光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吗？就是我谁也不信。少废话，赶紧拿枪！二黑头，你答应放人，我们一定既往不咎，大家一起携手抗日。抗日？老子现在是皇协军的团长。日本人给了我机关枪、3把枪、大米洋面日本金票，还有你们后方空虚的情报也是日本人给我的。你们能给我什么呀？让你们出钱赎几个肉票，还跟我扯皮。还有啊，今天不赎人，明天我就给你们点玩意儿。你是想要一只手啊，还是想要一只耳朵呀？二黑头，你个狗汉奸！你个狗汉奸，别过来！二黑头，你个狗汉奸！别过来！你注定好死！你个狗汉奸！废话！老子占山为王，图的就是痛快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还怕你们吗？哎呀，我看你们是没有钱呀，没钱可以人换人呀。我要刘祖光，还有那个共产党姓周的书记，再加上庄启峰、庄瘸子。你们3个值钱呀！我要是把你们交给日本人，我可就发了大财了。你们一个换2个，剩下的一个换一个。我要娘们儿。刘子光，你的闺女很去呀！青岛的洋学生，还有望乡佛家的小妮儿，也很有味道。再加上吕家寨的吕阳，烈性子的爷娘们儿我也喜欢。王八蛋！你是个畜生！祖光先生，给我绑上手榴弹，我假换人质，我炸死那个混蛋！姐，我也去。给我手榴弹！俺操，我去，让你干掉他们！你们冷静！儿子，启峰，娘，你可不要上来！俺们落在土匪手里，就没有想着能活着回去。你们打呀！不要管俺们！你个死老太太，你不想活，庄启峰还想给你养老送终了。刘祖光，我开个玩笑，你怎么连话都不敢回了？我是真心的请3位爷上山，日本人看中你几位。只要口一松，官儿当得比我大。我说这位山大夫，你让我说几句，我好帮你劝劝这几位和山下的人，免得大家动武伤了和气。在说什么？哎，还是县长夫人啊，明白事儿。你看看你们老么卡吃盐的，把你剁成馅包饺子都硌牙。各位乡亲们，你们愿意被剁了手脚、割了耳朵，送回去给家人们看吗？不愿意，不愿意。不愿意。你们愿意自己的儿女和顾城抗日为民的好官换我们回家吗？不愿意，不愿意。俺就是死，也不能让俺儿子上来。
秦风，你不能上来呀！绝对不能让他们糟蹋我的闺女。哎呦，按时闹钟，行不行啊？商量商量，破财免灾啊！这是土匪，土匪话能信吗？你按他们说的，咱也走不了。看来有人还没想通。那我要说声对不起了。我替大家做了一个决定。祖国，不要管我们，开枪开炮吧，消灭这些汉奸土匪！祖国，来世再见！老天爷！山下君、すぐ工事を開始であろう。高知の市場のい店でご所導いたします。マジ？それは俺が待ち遠しいな。と。大佐、前方に敵兵系の成功発見しました。私たちは追いつけられず相手に逃げられました。そうか。敵すでに警戒したが。おい。全速前へ進め。工事を包囲してくれ。霧中隊先頭で構え、敵入れだ片付けてくれ。はい。加速前進！ヒア！一中队和骑兵连跟着我作为预备队，随时准备对于突入城内的敌人进行反击，把他们压出去。是，好了。三中队在这个位置啊，四中队的位置在这儿。这个从目前讲，刘副支队长，我去各个方区看了，都按照你的命令准备好了。今市内第2、第3道方向的街垒也已经工作完成了。好，陈参谋长，你在这儿配合我指挥吧。是。注意安全，小心敌情。注意安全啊！注意安全啊！小心啊！4门就20步兵炮，2门4翼式野炮，还有2门炮去哪儿了？二中队长，报！留几个观察哨，让其余所有人带着武器躲进城墙下的防炮洞，待敌人炮击延伸或停止之后再上城墙。东门，你这里应该是敌人炮击的重点和进攻的重点。是。你不用紧张，等我到了3、4中队的防区，我会通知他们主动支援你的。站长，那太好了。
没有远程武器，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布置炮阵地，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坚持到底，安排人去夺了他炮阵地。可以进行，但是计划要周全，敌人也不是傻子。刘副支队长请不进，保证人数。我再去别的地方看。是。通知所有排长到这里集合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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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来了，走！周政委！周政委！何正队长，哎，小心！起步！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们就是在这等着和你们会合啊！敌人攻击古城了啊！是早上呀，就接到了个情报，春天联队要攻打古城，下午就给围起来了。哎呀，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。政府机关和老百姓都撤离了吗？已经按计划撤离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白松啊，一直是让挺进支队啊坚守古城。白松觉得古城能守住。敌情你们知道吗？是这样啊，据侦察兵报告呀，鬼子是2个大队，2000多人，4门92炮，4门41式野炮，还有一个骑兵中队啊。老爸，你怎么看？古城的城墙还算是坚固，而且敌人火炮口径也不大。按照白松的部署的话，挺进支队应该能顶住2000日军，坚持2天。那上级对我们什么指示啊？上级让我们尽快的撤到农村，建立根据地。就是坚守古城的话，也要尽快的转移，不要和鬼子打消耗战。那接下来怎么办啊？敌人已经包围了古城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跟白松取得联系，传达上级的指示。鬼子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呀？打！这样，老周，你带着他们3个去联系各村抗救会自卫队，我去找兄弟部队来支援。咱们啊分头行动，等到了天黑还是在这儿集合，统一指挥，里应外合，把挺进支队带出来。好，就这么干。走了啊。前面情况怎么样？敌人敌人炮火轰击到位，城门被轰开了，但排到我组外还能通过。东城墙虽然被按住，二中队还能守得住，其他方向都有敌人进攻，但逼迫猛烈。刘副支队长，该我们了吧？等着，别问来问去的。是。还没有发现敌人另外2门41式野炮吧？我安排了各方面指挥员注意观察，一直没发现那2枚炮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敌人还有另外2门野炮位置不明，不知道敌人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主攻方向。连部电话都没有，指挥起来真困难。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快看过去！队长，郑队长，李百丈带领员指挥。二中队听我指挥，3排4排跟我上！大佐、しかしもの攻撃はなかなかうまくいかないのです。なんだと？敵は南北からそれぞれ援軍を送りました。柔軟に侵入した我が軍に反撃しました。新たに機動隊投入して東部の攻撃を強化してくれ。哎，报告，将敌人派工兵炸开了东门，冲进来了。2中队长牺牲，1排长正在指挥战斗。3、4中队正在和2中队一起反击敌人。进展到什么情况？现在已经拼上刺刀了。敌军的支援部队还在不断的冲进来。2中队急求支援。刘副支队长，下命令吧，干什么了？对呀，俺们上吧。再等等，我总觉得敌人的进攻方式不可能这么简单。
刘副支队长，刚才各个方向都汇报了，没发现那2门炮，重点肯定在东门啊。就算那2门炮布置到其他地方了，东门6门炮都没有炸塌成交，还得靠公明的炸药。俺们出击，一定能把东门的敌人赶出去。下命令吧，刘副支队长。下命令吧。同志们，到。通知345中队严密防守，禁止敌人的工兵接近城墙和城门。是。1中队骑兵连有，向东门发起出击，击退敌人后立即返回。是。連隊長殿、敵の10隊と60名ほどの騎兵が鹿島に増援しています。支援を要請します。なるほど。命令。まず東島にいる部隊を安全地帯に停滞し、砲兵をすぐ攻撃開始してくれ。したがって敵の援軍を停滞する道を操作し、それで西部の攻撃を直ちに開始してくれ。はい。用意。発砲。山下少佐、この城壁が弱いってどうしたのですか。そのうち掘口にいる時、よく城と調査しに行った。この城壁は再修理絶対言った。その後、口の老人に聞いてみたところ、この城壁は数年前にこうして破壊された。修復工事が手抜きされたことは分かった。砲火拡大、機関中隊援護、騎兵襲撃、歩兵中隊が騎兵に続いて前進。はい。やれ！襲撃！出！連隊長殿、石川の部隊が城内に侵入しました。東島の攻撃を再び開始してくれ。はい。用意発砲。太狡猾了，他们怎么知道西边这段城墙不结实？狡猾？我看还是我们太马虎了。一会儿我要当面质问这个5中队长，为什么当时修筑工事的时候没有告诉西正娘这个问题，导致破坏了我们整个防御计划。刘副支队长，刘副支队长，你受伤了？严重吗？没事。1中队，你那边还有多少人？我还剩了120兵力，加上陈航员，还有121，已经推到最后防线了。其他中队呢？3中队还有60个能打的，2中队还有30个能打的，和3中队在一块儿。骑兵连，俺们还有21匹战马，23个战士。 5中队长呢？4中队长、5中队长都牺牲了，2中队就剩下40多个人，在4中队2排长的指挥下，守在西边的第2道防线。兄弟们，敌人在天黑以后暂时停止了进攻。接下来，我给大家布置下一步的任务。 敌人有攻击了，咱们可以抵抗。别急，不是敌人的进攻，枪声来自城外。是不是彭支队长和周政委支援我们来了？两边都在打。
速隐蔽。彭队长，俺把鬼子引过来了。好，准备战斗。还是你们人的，这请你们带来。敌人喊什么了？敌人喊大总命令，部队返回阵地。我的人不跑了。高连长，打破这口敌人，让我从坦坦的城墙冲进去，跟挺进支队会合。是，同志们跟我出！你们留下来，跟机营部队配合，继续骚扰敌人。好，你们几个保护好他们。是。大松，是人，睡，睡。支长，你带了多少人？独立二团给了我280个人，我带了1个连冲进来，现在外边还有2个连接应。就这么少人，我还以为独立二团也很困难，能给我们这些人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咱们现在要马上组织部队突围。挺进支队现在还有多少人？300人，100多伤员。什么？伤亡太大了。敌人伤亡也很大，要不是西城墙坍塌，现在没人说这个。这样，我和高连长带队向东打，吸引敌人。10分钟以后，你带着挺进支队从西面出围，外面部队接应你们。支长，坚守孤城是我的主意，我带着1中队去吸引敌人。挺进支队伤员太多，弹药也快没了。只有我俩行动出击，才能打动鬼子，起到掩护效果。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。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在这安排的。好，不要再争了，服从命令。那你们怎么办？放心吧，孤军突围，我彭勇经历的多了。警卫排还是健全的，跟着你们。服从服从。好，所有人听令，马上行动。是。素晴らしいお月様ですね。跟上！跟上！收集弹药。是。高连长，我和金永派留下，拖住敌人。你带上其他人，还有这几个伤员，赶紧撤，跟白总会合。我怎么能把孙少留下？让我留下吧。我还是不是你所长了？我熟悉点地形，我有办法出去。没时间了，服从命令。是。带上所有弹留下。是。这儿好。是。来，把这机枪拿过来。是。我是挺进支队刘百松，你们是哪个部分的？我们是多少团的？你们先撤，我掩护你们。多少团？部队，撤！快撤！快撤！快点！跟上！跟上！
准备战斗。是是。打！写兵了！おい、きちんと操作しろ。おい、何者だ。報告します。この8年後が建築を承知しています。それに彼らを上に横たわる衛兵の下が破壊され。俺知ってるよ。彼は朋友と申します。顧城提醒してる手帳だ。俺の情報官は俺に彼の写真を見たことあるよ。マジ。故城陷落后，日军继续南进，占据了黄沙河以北众多村庄。当地党组织和农救会被迫转入地下。挺进支队撤往松山玉山区，周密主持召开故城县委会议，检讨前期工作，研究重组挺进支队，以及如何开展下一步的抗日救国工作。大叔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芦苏战区的联络官韩刚，故城挺进支队副支队长刘宝松。
白松啊，好孩子，哎呀，咱俩多远没见，甚是想念呀。你的战绩，俺早有耳闻啊。古城那一战打得牛，大大有名啊！就连于学忠于长官也让我代表他特地向你致敬。有消息说，日本鬼子拿你当了最强劲的对手啊！长官，一场消耗战罢了。消耗在所难免嘛，啊，主要靠战绩。看哪一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啊！来来来，坐下坐下，慢慢拉啊，慢慢谈啊。诸位，鲁肃战区成立了，战区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纳入鲁肃战区的序列，一切听于学忠于长官的指示。你们挺进支队加入以后啊，给你们一个游击松队的番号，那可是一个军的编制啊，不孬吧？长官，加入鲁肃战区，战区能给什么支持？纵队司令是什么军衔？众所周知啊，战区刚成立不久，力有不逮，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，军需补给很重要，一定要解决。但是战时的还要让你们坚持坚持。军衔好说，可以给你们少将军衔，实力强的可以给你们中将军衔。韩廖老官，有一点呢，我得先说明一下。我们现在的番号是八路军山东纵队顾城挺进支队，我们已经纳入了八路军的序列，无法再接受鲁肃战区的番号。据我所知，八路军隶属第2战区，作战区域晋察绥，为什么跑到山东来啊？你可知道啊？山东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听于长官的指挥啊。对不起，这些你得去找山东纵队去说了。我们只知道鬼子在哪儿，我们就到哪儿，对他们进行打击。蒋委员长不是说了吗？战端一开，那就是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无论何人，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，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呢。长官，于长官还有什么指示？于长官指示，既然抗战，你们共产党拉起的队伍打鬼子就好了，组织政府不必了。你可知道啊？军队抓政权，那可有地方割据的嫌疑啊！我想请问一下联络员啊，那你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了多少钱饷、多少粮草、多少军需弹药啊？你刚才没听清楚吧？战区刚刚成立不久啊，力有不逮嘛，暂时还要坚持坚持啊。那你这没有统一供给，又不让我们组织政府，我们如何抗日啊？有了正规的番号，你们就可以联络省政府和陈守正的地方政府，解决这个军需供给的问题嘛。孙玉林已经有了新编第7师的番号，齐梦龙接受了再编第27师的番号，就连李少棠也有了暂编第5师的番号。你们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呀？长官，李少棠是土匪，前不久刚接受了日本皇学军第5团的番号，成了汉奸。孙玉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眼看着马上成了汉奸。长官，看来你们的番号也不怎么值钱嘛。白松啊，有所不知，这个李少棠，日军多次命令他骚扰我军部队，他拒绝了；又派教官整顿他们的部队，他们也拒绝了。就因为这个，小鬼子端了他们的供给啊！他这叫狡猾自保，根本不是真心抗日。那也比继续当皇协军强多了。长官，白松，联络官，
据我们所知呢，陈守正的政府只给孙玉林拨饷，连齐梦龙他都不管，更不要说我们了。所以，为了抗日，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政府。好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良将择主而事啊。你们的态度我了解了，于长官的指示我也传达了。今天到此为止啊。好，告辞告辞啊。我见你们刘百松副支队长有几句家乡话啊，咱拉一拉。我送你。不送啊。你看他还挺在意那个军衔啊。从顾城撤出来以后，他情绪一直都不高，老在那块说我们的装备武器不行，我们打不了日本鬼子，要打只能靠国军，只能靠英美苏联的支持，不然想打日本鬼子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坚守顾城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呀！那每个人都做了深刻的检讨。你看他这轻描淡写的，一带而过了。这刘百松呢，抗战的决心非常的坚决，而且他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，在军事上他也有一套。对于敌后游击战的战略作用，实行全民抗战的意义，也不止他一个人认识不足啊。对于刘百松，咱们还是要以团结帮助为主，让他加强对党组织的认识。季风啊，现在咱们是用人之时，你们这些人很快就要推上独当一面的位置，所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尤其是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啊。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，少挑毛病和缺点。有些事情呢，心里明白就好了，必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批评和干预，不要总挂在嘴上。你想过吗？如果你是领导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造成后果的。周政委，你说的对，提醒的好，我要改正。团长，李支持来了。哎呀，志平老弟呀！哎呦，昨晚上我的喜酒你都不过来喝一杯，光送一问候礼，哎，那算什么？我可是看重咱们这么些年的情谊呀！哎，喜宴、喜酒、喜糖，我今天就专程都给你送过来。老哥，您听我说，您听我说，老哥，我呀是个光杆司令，你让我去参加您的婚礼，看着你们在那成双入对的，我是不自在，不好受啊。您呀多包涵啊，多包涵。大力，上茶。是。我这三姨太都娶进门了，你连个婚都不结，你熬什么？哎，血气方刚的大男人要什么说句话。哥都给你操办了，我先谢谢哥啊。但是，老哥啊，这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我呀。我之前被女人可耍得够惨的，我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啊。不至于。古城县里头，谁再敢耍你啊？那一大家子老小命还要不要了？我现在啊和吕英这婚也没退成，谁也不会来找我的。不是，还放不下吕英呢？老哥，您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哎呀，你呀就是个情种啊！哎，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。现在外面有人在议论你了，说你这不成家不结婚的，又是一光杆司令，说不定哪天又跑了。谁呀？谁在议论？我看谁在胡说。我跑，我张志平要跑，谁能拦得住？但话说回来，老哥，你说像咱俩这种身份的人，能往哪儿跑？这普天之下，只有顾城才是咱立命之所呀。对。来，
那我给你找一个，咱们早点结婚吧，我来操办，堵住那帮人的嘴。妮儿，睡了吗？啊，还没睡嘞。恁进来吧，爹。俺大爷进来了啊。恁这么晚还没睡啊？没。哎呀，妮儿啊，爹很少进你的闺房。啊。哎，俺来呢，是要跟你商量商量。张家这个婚事啊，还是推了吧。俺张官夫那儿俺也去说了，他也没说一定不能退，毕竟错不在咱嘛啊。爹。你来找俺就是跟俺说这个？俺最不愿意说的就是这个事儿。不是，不爱说也得说呀，是吧？你不能再耽误了啊！你说，张热平那要在城里，万一他找了、杀了你，那就做难了嘛。他敢！俺跟他说过，俺俩定的是生死契，只要是人活着，就不许找别人。你干什么啊？他人在城里，又有日本人在啊，他真是干点么？你管得住吗？哎呀，行了，俺不想说了，你快走吧。不说也得说呀。哎呀，睡觉了，这么晚了，你说什么说呀？你敢说没？俺是睡不说呀。哎呀，你睡，我要睡觉了。我刚从专属开会回来，有件事啊，和你们兄妹有关，啊。你们的父亲左光先生，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给我写了一封信，他希望你们兄妹能去延安康大学习。我呢也向组织上正式打了报告，只是眼下的形势紧张变化，到现在刚刚落实下来。你们就把手上的工作交接一下，准备出发去延安。我愿意去延安学习，但是现在这么缺干部，我妇救会的工作怎么办？先交给王玉。白总，你的工作交给我，这学习啊，是一辈子的大事，以后工作的机会有的是。我在中央军校受过德国军事教官的传授，没必要再去康大学了。康大教给你们的不仅仅是军事啊。我读过马克思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创建人的著作，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思想。可你还没有理解共产党人真正的精神内核。我只想带兵打仗，但愿组织上不会是因为顾城失利，让我去学习反思，变相撤职吧。哥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我可以用党性保证，组织上绝对没有那样的企图。那太好了，我更能心安理得地留下来。我今天明确表明，我不去康大学习。你怎么在这儿坐着，让我一顿好找？有事吗？这个还你。没打开。那当然，你的东西啊，我只有保管权。或许以后有机会，我会把里面东西送给你。那你早说，我就打开看看了。你这不是吊我胃口吗？要不然，你现在就打开，让我看看吧。以后吧。现在没心情。被批评，高兴了？其实让我最难受的，倒不是这些批评。那是什么？我花了大功夫培训挺进支队，
武器装备在你的支持下也有了很大的改善。可真打起来，我才发现，我们的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，还是官兵的技战术水平，都和日军不可同日而语。王宇，这样下去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将日本人、将日寇赶出中国呀？你是对抗战没有信心了吗？论持久战，你不是也看过了吗？现在就是最艰苦、最困难的阶段啊。信心是有，但我学的是现代化战争的指挥。你知道我有的时候真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呀。算了，不说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我要向你道个歉。向我道什么歉呀？你又不欠我的。欠大了。没有啊。我这一仗，把你的家产都打光，还不应该给你道个歉？张继旺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找我有事啊？我怎么来了？你知不知道我要去延安了？我知道。你知道你怎么不来找我呢？我找你干什么呀？我找你说什么呀？哎呦！但是你走的时候，我一定给你送行去。祝你一切顺利，一路平安，学业有成。行了行了，我看你不是不知道说什么，而是有话不敢说。哎呀，朱梅，你看我在你的面前，我得有一点个人的隐私吧？你先弄得我就像那个小孩玩捉迷藏似的，我刚藏好，你一把给拎出来了。你为什么老跟我隐瞒你的想法呢？延安是个什么地方啊？群星璀璨，人才济济呀！你本身就是出类拔萃，以后肯定是前途光明啊！我不能成为你的羁绊。齐峰，你什么都好，你就是有个大缺点。什么？缺乏自信。对一个男人来说，在感情上缺乏自信，它是致命的，会让你错过本该有的美好。出类拔萃，论学识，论工作能力，你才是出类拔萃。你没有发觉，关键时刻连周书记都让你出主意吗？哎呀，我那就是一点点小聪明而已。你就像是一个小孩子，总爱跟我玩捉迷藏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你要说不喜欢，我立马就走，再也不来打扰你了。你看你把人逼死了呀！哎，行，我真走了。你别走，我喜欢你，我一见面我就喜欢你了。第一次，我是觉得我配不上你，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。我总算把你从躲猫猫的地方给拎出来了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要郑重的告诉你，我也喜欢你，我是真心的。哎呦我，真的吗？哎呦，就是点张队长，请，快把我的好茶给庄队长沏上。好嘞，东家。张队长有日子没回来了，以后得常回来看看。我回来看看，看什么？几间破房子没法住了，几亩薄田也租不出几个钱来。爹娘早都搬去了城里，大王庄早就不是我的家了。那，您这次带这么多兵来，有何贵干啊？皇军要在黄沙河以北建立据点，防范河南的流寇。我说马蹄固是个好地方，皇军听我的，就来了。我听说你现在是王氏的族长啊？对，族人推选，不得不勉为其难。那我就找你，你不光是族长，我现在任命你为大王庄的村长，把村子里的事儿都管起来。你要全力支持修筑马蹄固的据点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
你这么重用我，我一定不负信任。修据点的事您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王维简、王相佛不在了，你就是大王庄的首富了。等皇军来了，该孝敬的，别抠抠搜搜。哎，看，董家茶来了，您喝茶。要说首富啊，我可不敢当。王相佛的家产，800亩好地，大宅院，还有好多油坊，都卖给别人了，人家才是首富。谁这么有钱呀？顾城四海钱庄周老板。按说吧，王相佛的地，族人有权先收购，我也想买。可是呢，祝老板和刘祖光的政府关系近呐，王相佛的闺女也是城里的官儿，咱惹不起，只好看着他把村里的地卖给外人。现在不是我们回来了吗？我就是想和您说这件事情啊。哦，我可不是瞧不起你城里的买卖啊，可是有土地更实用，啥时候都跑不了，有地就有粮，有租子就有收入，稳赚不赔。说的不错。那和我有啥关系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能不能帮我把王相佛的家产收回来？这样你也可以有一大片田产。王相佛的宅院可不止一处，到时候你在乡下也可以有个住处，比城里宽敞多了。行，我可以帮，我就要王相佛的大宅子，外加300亩地。咱先说好了，我可没什么钱。城里是有买卖，可是这开销也大呀。300亩，不合适吧？合适，合适。行，我答应。钱的事你不用担心，搞好了，您1分钱不用出，我也出不了多少。说说吧，怎么搞？四海钱庄买王相佛家产的钱，你知道都干嘛用了？有话直说，别兜圈子。都给挺进支队买武器、买弹药，打皇军用了。属实吗？真是的，村里人都知道。哎，哥。哎，竹美，你是准备要出发了吗？啊，不是，过几天去延安的人员采集周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正好有空，我去找王玉，教他骑马。哥，你对王玉是认真的吧？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当然，我可不是那种滥情的人，要不我在南京待了这么多年，也不可能到现在还单身啊。这繁华都市，美女如云，你怎么偏偏对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大妞动了情啊？要说聪明美丽、有文化有身份的姑娘，南京、上海确实多的是。但是，她们身上啊，都缺少了王玉的纯真直率。就更不要说王玉这个人，他视富贵如浮云。他呀，倾家荡产支持抗战。试问，南京、上海这些大小姐，有几个能做到的？王玉呢，他做事情遵从己心，绝不趋炎附势、见风使舵。你哥哥我要找的是一生的挚爱，当然要被这些优秀的品质所吸引了。哥，你这恋爱谈的也太清醒了吧？哎呀，激情冲动呢，我也有过。两个人在热恋的时候，感觉世界都是五彩缤纷、无限美好，但潮水退去之后啊，全是历史泥泞，不堪回首。你这也算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。朱梅，
我说这些，你可千万别跟王玉讲啊，我还没跟人家表白呢。我是想啊，等我们两个再相处一段时间，等二人都觉得除去巫山不是云的时候，再决定一切。放心吧，我会监口，好话坏话都得你们自己去说去。你呢？跟庄吉峰怎么样了？临别时总算是跟我挑明了。庄吉峰这个人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少了点男人的强悍。你找我不会就说这些吧？哦，不是，听说那天战区的联络官带来了蔡老伯的口信，都说什么了呀？你还挺敏感的。蔡老伯是父亲生前的挚友，对咱们二人也是视如己出。他希望在父亲牺牲之后，能够亲自照顾我们兄妹二人，希望我们一起去重庆，由他推荐在国军国府里就任合适的职位。哥，你不去延安，不会是想去重庆吧？我有点心动，但现在不会走的，放心吧。走了啊！哎，哥，哥，你可不能动摇。你临终的时候嘱咐我们，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。挺进支队刚刚出了错，急需要有人手恢复。彭支队长也牺牲了，如果没有彭支队长的话，你和挺进支队的都回不来了。你可不能对不起爹，还有彭支队长。朱妹，要不是因为父亲和朋友，还有你跟王玉，我就答应蔡老伯了。周政委还有挺进支队的战友们都不希望你离开。开会的时候，唇枪舌剑的攻击我，我可没有这种感觉。这是咱们八路军的好传统，在我党会议上，大家互相批评指正，对自己的认识才会更加的深刻。再说了，大家对你的指挥能力也是认可的，也指出了这一次的失利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呀。好了好了，就别跟我聊什么党派的事儿了。我在南京的时候也是不参加任何党派活动的，军人就是为国家服务的。哥，国家和政党是分不开的，政党的优劣会决定国家的兴衰。好了，朱梅，就别再给我上思想政治课了。朱梅，驱逐日寇，就是你哥我现在唯一的政治。有空再聊。走了，我去找王宇。哥，那屋里，周书记啊，绿莹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俺怎么过来了？门关上。按照你还有老周算账，你们让这平当差钱的，俺答应了。俺寻思他打下了古城，那你老公就没人拿着俺家媳妇了。可现在了，古城又丢了，这平回不来，俺爹还要给俺退婚。那城里回来的人说，天天都有人给志平捉媒呀。那你们说俺怎么办呀？啊！俺跟你们说，俺这辈子非他不嫁，他也非俺不娶。俺要不是没办法了，俺才不来找你俩呢。哎，李姑娘，别着急啊！来，坐下来，静静。能不急吗？俺这辈子就要毁了。水俺不喝，饭俺也不吃，觉俺也不睡，俺就在这儿等。俺就等着你们把程志平给俺找回来。志平要是不回来呀，俺就不走了。